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先欢迎来宾前立委蔡正元蔡委员。思敏好，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老师。思敏好，各位朋友好。前海军舰长吕礼士舰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我们会节目持续的来关心中日的战机，这一回真的是擦枪走火了。现在说距离战争只剩下最后的一步了。日本跟歼辽宁舰现在被爆出是装无辜吗？解放军则是不忍了，开始有了大动作。今天我们会一起的来做解读。三个火线话题，今天会请来宾来帮我们特别做解读的。中日这一回的战机死亡凝视时间高达了31分钟，大陆火控雷达这一回锁定的日本。F-15这一次可以说是距离开战只差最后一根扳机了吗？第二件事情来关心的是，大陆的辽宁舰百次的起降，宫古海峡的空域也被逼到了极限。日本现在说了，中国大陆你在挑衅，日本则是回说，是日本你跟监滋扰，到底这一场这个事件谁在找战呢？最后面来关心到的是高市早苗挑明的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之后，说了这份言论遭到了言论跟军事上面的双重击杀。但是本来以为美国会驰援的川普至今却是沉默不挺日本。今天我们来关心的是盟友是瞬间消失了吗？来自于美国的帮忙，日本会不会被迫独自要面对中国大陆？今天都会一次的就这些议题来做解读。我们来赶快关心刚刚特别提到的中日离开战真的只差最后的一小步了吗？最新消息赶快来看到是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突然间在这一天是7号的凌晨召开了紧急记者会。小泉进次郎是这样说的，公布了一场在冲绳东南方的上空发生的这一场危机，罕见的主动公开，他说是在冲绳外海上空，而且是濒临战争的一个事件。赶快来回顾当时发生这件事情的整个状况，是在12月6号的16点32分到35分之间，辽宁舰起飞的这个歼15对执行紧急升空任务的日本 F-15进行了这个是火控雷达的照射，紧接着非常的紧张18点37分到19点08分这30分钟，又对另外一架的日本 F-15也遭到了火控雷达持续的来做锁定。大家在关心说火控雷达到底是什么？等一下我们也会请专家来做解读。简单的来说，就是战机已经瞄准准备开火的一个重要信号了。就像我们比喻这个电影《捍卫战士》里面这个警报狂响的那一刻，你就会知道你已经在对方的枪口下了。这一次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对日本长达31分钟持续锁定，被外界形容是这个叫做死亡凝视。另外一方面是辽宁舰的战机加直升机在6号到7号2天内起降了破100次，专家是这样形容的。中国大陆解放军只差最后一步就会爆发战争了，已经不忍了，真的是这样吗？节目一开始要请吕舰长来带我们看中日这一次的争议，距离开战真的只剩最后一步了吗？中国选在这个时间地点亮出了火控雷达，是这张底牌吗？舰长怎么看？究竟什么是火控雷达？它其实就是射控雷达。那它的英文叫做 Fire Control Radar， 所以你要翻译成射控是 OK 的，你要翻译成火控，其实更贴近美国原来就是英文的用法那其实我们在发射飞弹之前呢，都要先建立瞄准线。所谓的瞄准线就是 line of sight， 那其实也就是射控雷达的照明。照明之后就锁定，然后接下来发射飞弹才会建立另外一个，也就是射线的部分也就是line of fire 的部分。那这两个部分呢，也就是刚刚讲的，为什么大家会认为开启射控雷达是死亡凝视，也就是我已经在完成瞄准的动作了。那现在大家在讨论这件事情不过我们要先想到一件事情，其实一般来讲。无论是海军或空军都不会任意的开启射控雷达，为什么？因为其实现在所有的无论是载空机或者是水面的舰艇，它都有非常多的
这一个有关于无线电的接收装置，你只要一发射一锁定的时候，其实你的电磁参数也就暴露了。那如果说我们看到这一次的这个位置啊，如果按照这个小泉他宣布的这个，也就是防卫大臣他在开记者会的时间的话，应该是在这个转向往东北的方向。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它这个辽宁舰，它穿越宫古海峡往东南，这个都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但是唯一不同的，也就是它这一次，它在这个冲大东岛这一个以西的位置，它就已经北转，向东北转。那向东北转的话，其实更接近冲绳。这个是对于日本来讲，他觉得他有一定的一个威胁，所以他就立刻起飞战机来。那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说，有关于这一个射控雷达的部分啊，它一共我们讲到，刚刚主持人也直接告诉我们了。开启了时间，那但是呢，我们这样讲，其实2013年1月的时候，其实这件事情也就发生过，不过那个时候是舰艇发射的，那这一次呢是战机发射的。那战机为什么发射那个这一个射控雷达的讯号？其实我们来看一看哦，美国或者是日本在遇到解放军的各型舰艇，包含航母舰打击群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一个应对？我们可以看到，在2021年的时候，他们是如此应对，也就是他们认为说，这没什么，而且他为什么穿越这整个的一个打击群的一个平位，然后进到这么近的距离，大概就是不到3000码的距离啊。那这个是我们看到美军其实。它是一个比较挑衅的作为。那我们在之前呢，也就是在去年的1月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是南昌舰，它得到了10代楷模。那它为什么得到10代楷模？其实跟这一次的感觉其实可能很像啊。也就是说呢，来了2架的外国的战机，然后不断的逼近，那也就是他们开启了舰上的系统。那这是我们讲到说上一次10代楷模的事情。那这一次呢？对不起，是航空母舰打击群。那当然，航空母舰打击群它不是当场起飞，它是原来就有载空机的，也就是我们讲到的 CAP， 也就是雷达的这一种巡弋的在空巡弋机。那我就直接的派这个1批2架次直接去拦截，而且我们其实要特别注意一点，它其实在视距外就已经被锁定了。意思是什么？中国大陆其实是非常的，对于这件事情，他已经非常的有他的警觉心，而且他绝对不让，类似我们刚刚看的那个伯克级驱逐舰，他的舰长翘个腿，然后在那边，然后做这个如此的事情啊。那这也就是我们讲到说，这一次的事件，其实代表它真正的含义，也就是，中国大陆的这个编队。它应处已经不像过去了，然后会比以往来的更为强硬。好，中国大陆已经蓄势待发。那针对这一场战事，有人说是不是一触即发？现在双方中日双方则是互控，是你先挑衅的。我们来看到大陆方面说什么，还有日本方面又说什么。先来看到日本的小泉进次郎是立刻痛批说，中国大陆的动作是极度危险的。那首相高市早苗也强调说，我们冷静，但是会坚定的来应对。外务省也直接就召见了中国大陆的大使来强烈的抗议。中方的国防部长张晓刚则是强烈的反击，他说：“我们辽宁舰在这个宫古海峡以东训练是符合国际法的，日本你才是恶意跟监。”然后也指控日方多次的派他们的 F-15来闯入演训区，痛骂日本是贼喊抓贼。倒打一把，这个辽宁舰百次的起降，中国大陆跟日本现在互相在痛批对方，到底是谁在挑衅？委员怎么解读？不能那么单纯的从挑衅或者反挑衅的角度来看。双方面在这个区域在干什么？为什么解放军的舰队要在这个位置进行演练？那个是最标准的宫古海峡封锁战跟宫古海峡反封锁战。这个宫古海峡，如果先从日本要封锁宫古海峡这种意图，以及它的部署，
那中国大陆如何去突破这个宫古海峡的封锁战？我们来看一下哈，宫古海峡怎么被日本封锁？宫古海峡的位置大概就是在应该在这里，这是宫古海峡的位置在这里，在这里。然后以日本可能部署的提防导弹，假设在没有导弹基地的4国部署提防导弹，它的攻击范围，这最内圈的是标6的攻击范围，最外圈呢是战斧导弹的攻击范围。因为这种提风导弹啊，是这个提风系统是用标6再加上战斧导弹，所以战斧假设它打1600公里，涵盖的范围就是涵盖整个宫古海峡，涵盖整个宫古海峡。所以解放军特别在这个位置里面做演练，就在这个位置做演练，所以表示解放军要突破宫古海峡，然后这个如果必要的时候，日本军队配合美军要封锁宫古海峡，所以解放军演练地点当然选在这里啊。通常演练地点选择在哪里？除了有一些基本技术的演练要求之外，事实上选择战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地点。所以目前如果从日本本岛装设提防导弹，大概就是最大的攻击范围在这里，然后这个内部标落在这，还有一个叫什么？叫做这个 precision strike missile， 就是精准打击导弹啊，它的范围大概就在这里，通通对宫古海峡有封锁的作用。那假设他们以后不只是在日本本岛装提风，也在什么也在石垣岛跟那个与那国岛去装设什么？去装设他们自己生产的124的反舰导弹，或者是这个034的防空导弹。034大概打这个，那12打这个，你可以看得出来，宫古海峡在哪里？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所以解放军在这里演习，也就是都是它的打击范围。那通常导弹的打击范围一般来讲，日本现在这个导弹都还没有完全装置完成，所以它必须要把它的这个战机的监视范围扩大到大概导弹的攻击范围。那解放军就当然要去模拟一个反封锁的作战嘛，你飞机来，我锁定你；你导弹来，我拦截你，大概处于这种状态当中。但是如果说中日紧张，我们可以说其实也早就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们先来看到辽宁号它在冲绳的外海训练，刚刚提到了，其实我们从过去历史上面也可以看到一些的迹象。在今年6月的时候，其实大陆甚至派出了它的辽宁舰跟这个山东舰双航母在同一片海进行这个大规模的演练。那日本自卫队也是一路跟监，但当时呢，虽然有这样子的事件，但是双方的关系毕竟没有这么紧绷，所以还算克制，这事件就这样子过了。那这一次就是因为这个首相高市早苗他拒绝收回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所以爆发了这样子的一个重大争议。现在让日本最心寒的是，原本呢，川普看起来他已经表态说会出面挺日本，但是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只有国务院的社群贴文一句话而已，而且没有任何的联合声明，甚至是没有强硬的表态。金融时报做了一个报道，他说呢，川普对于日本的承诺到底是不是跳票了呢？美国根本不想被日本拉下水嘛？杨老师怎么解读？没有错，我觉得这一次高市的发言事件到现在其实已经，我本来以为说开始会进入到一个僵局的状态，但是呢，事件可能会再发展。因为你看到大陆这边其实是个警告，这是警告你飞得太近，也警告你高市不撤回，同时也警告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要求日本扮演第一岛链的所谓这个安全角色。那日本呢？我觉得在扩大，在操作这个议题。2点钟开记者会，我还没有记得我们台湾哪个政治人物2点钟开记者会，打起仗来了没有？有没有任何的损伤？没有啊。防卫大臣2点钟开记者会，那第二天高市也在加码抗议，还找中国驻日本大使来表达抗议。那其实整个过程我看到日本的这个内容他都没有讲两机的距离多远，而你距离人家整个演习的这个船舰，它船舰3只都显现出来，距离多远，它都没有写出来。而且我们都知道，自从高市发言之后，在这个区域其实大陆有相当多的就是
这个船舰、水面舰，而且经常的在做演习。2天在辽宁舰可能都将近100次的这种起降。那日本当然你会警戒，我这个可以理解，但是你过于靠近，当然要受到警告。比方说，去年7月的时候，日本有一艘驱逐舰叫梁越号，它跑到浙江的门口，在那边监视了中国大陆的演习，结果呢，跑进去领海里面20分钟，大陆这边抗议啊，日本不理，所以到8月24号的时候，大陆一艘运9的这个侦测机，侦察机就在日本九州外面的男女群岛这边旋外海上，然后进入到领空15分钟，日本就把它做，你看中国军机侵略日本领土，那1个礼拜之后呢，日本自卫队悄悄的把那个梁越号的舰长给换掉，所以这一次我觉得日本这边的操作的情况非常明显，而美国呢从头到尾没有讲话，因为就在昨天，加州有一个雷根图书馆开一个雷根战略会议，同时美国的国防部长还有美国的参谋联席会议的主席都到了，参谋联席会议的主席都还被记者问到，你对这次的中日紧张的看法，他完全没有提到中日紧张，也没有提到日本，他只说中国的军力的发展，然后走向一个全球的布局，好像还蛮正面的。美国现在的态度，基本上我认为2句话，美霸退出西太平洋，这个美霸不是爸爸的霸是霸权的霸，美国没有退出西太平洋，他在那边有经济利益，但美国霸权退出西太平洋，美军转为战略守势，你有没有看到最近这几年，任何在驻韩或驻日美军跟中国大陆解放军有任何擦撞，或者是警告，或者真的之类，除了在台湾海峡之外，对，都是日本。所以日本的角色现在变得好积极。小泉进次郎，当然我个人觉得他也是为他想做下一任首相做准备，因为他知道现在日本整个向右转、保守化、反中的氛围，所以这种民粹操作在晚上2点钟开记者会，我就觉得。真的是可以到达这种地步，但我必须要讲中国大陆的那个海军的发言人到第2天的12点45才一个公告出来。其实国际媒体跟所有的华文媒体都已经照日本的讲法写出来了。到了当天的下午，到现在我们才了解，其实真的不安全、不专业是谁？是不是日本你太过于频次过高的接近，而且你4点钟来一次，被照了一下之后。你6点钟再来一次，好像照得不够爽，因为那个所谓的这个火控雷达的照射，就刚才小院长讲得很清楚，因为它那个就是高频率的那个很容易过热，所以当它一照射跟就是导弹要发射的这个根本是等于是这个一致的，那个窗口时间很短。可是即使如此呢，在4点6点的时候呢，应该是说歼15上的飞行员用人工的卸弹。就等于是停掉那个飞弹发射的这个程序，一般的话，通常照射锁定飞弹发射，这大概是一个瞬间的。那但是呢，他用这种方式就告诉你，然后呢，你4点不行，你6点再来一次，再来一次不就没事了吗？为什么呢？2点开记者会，为什么不选择3点好了？为什么4点？所以这个时间点，然后呢，第2天这样子，所以。你看到美国的反应其实让日本更为挫折感。美国就是没反应，而且再加上他们讲的话以及那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实际上所显现出来，美国在整个西太平洋已经开始在战略收缩、战略守势了。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